历史不是点对点，而是面连面。看到周楚除三害的标题，以为我是蹭流量，其实本来的确也是蹭流量的，但连夜恶补历史知识，再加上亲自走访了几处地方后，我竟发现还真和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本只是借用这部台湾电影的名字，最后挖掘出与其相关的上海的一系列家族、人物、街道和建筑，最后才知道，原来守护着上海那栋300年的建筑的背后是台湾曾经的船王郭万封号。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滑到最后看结果。不过，希望未来有机会来上海的朋友都能走一下这条线，一定别有风味。因为部分拍摄纯属偶然，所以个别片段会抖，还请包涵。但是做完之后，我也有点激动。上海走线原来真的可以不一样。陸基雄才喜自保，華庭學類據可聞。这2句诗来自李白的《行路難》。咦，考试好像没背过。没错，因为我们背的是那首《长风破浪会有时》。行路难共有3首，我们熟悉的是第1首，而这一句来自第3首。之所以用广东话配音，的确是选择下来最押韵的。说闽南语的朋友可以试念一下。周楚改过自新，与2位上海名人密不可分，史称二陆。除三害后，周楚带着痛苦和疑惑，前往吴郡拜访了东吴名门陆氏。当时二陆中的弟弟陆云在，他接待了周楚，点明了人生方向。五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至此，周楚开始立志好学，志存义烈的人生。小昆山，在上海佘山的小昆山公园里，有一座二陆草堂，就是陆机陆云在东吴被灭后仓皇出逃，隐于尘世的地方。兄弟2人并称文坛双子星，陆机也被尊为太康之鹰。离草堂不远处的崖壁一隅，就是二陆读书台，面向洛阳，当时帝国首都的方向。远离尘世的喧嚣，苦读10年，这也是他们为实现儒家理想、治国平天下做准备的场所。陆机陆云的祖父陆逊，公元219年11月，建安24年，关羽大意失荆州，陆逊、吕蒙接手荆州3郡，孙权论此功行赏，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由此而名。陆家满门为国捐躯，到了陆机陆云，更生不逢时，二陆入洛加速了这幅悲情，最后被灭9族，陆氏后人消失在云间。云间也是松江府的雅称，陆云又称云间陆氏龙而得名。松江府在古时称为华亭，所以历史界一直有先有松江镇，后有上海滩的说法。作为一直盘踞华亭的陆氏家族来说，当仁不让称为上海第一家族。的陆家嘴就是陆家的土地，以陆姓命名。在上海的老城乡，有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小区，叫集贤村，而绝大部分上海人都不知道，这就是辛亥革命一举推翻的道台衙门——上海道。上海道署遣散后，这里又成为了上海巡警总局。而现在的建筑因为30年代在原有地基上重建，这近100年历史的小区本来也是极品，但追溯到再往前的历史轨迹，会更让人感叹，一声巨响，中华大地巨变，竟然在此。陈其美、宋教仁、上海青帮都参与了这次光复运动。这次革命成功还离不开当时上海道台刘彦义的助攻，实现了不流血革命。当然，他也成为了最后一任上海道台，在英租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行馆就在我们上海美人的节目中闪现过，是上官云珠女儿出车祸的地方，现在的中信泰富广场。看这些奇妙的连接，上海真的好魔性。而这并非个案，因为要说回我们本期主人公陆氏家族了。前面说到陆机陆云死后，陆氏家族消失云间，接下来他们的光芒将永远定格在上海的发展进程中。在老城乡里打转，仿佛进入了八卦阵，旋转、
跳跃，闭上眼，我是谁？我在哪儿？这繁荣了几百年的上海市中心，曾到处是小桥流水的水乡。说来你可能不信，这条叫搭夫坊的小道，曾出了3代顾姓大官，还有豪宅。而最出名的事件是，离这里不远处挖出其中一位叫顾从礼的干尸。以下画面极度不适，请避让。Lady Go！ 很不容易，在弯弯曲曲中找到了这条曾经中心的中心——天灯弄。用膜拜的心情，在寒风中等待300年的回眸。天灯弄曾经是上海唯一有灯的地方，这并不是现在的电灯，而是那时是煤油灯。只有在道台衙门的旁边才有这么一盏照明设施，还配备专门的点灯机构。在上海通电之前，其余地方一片黑暗。这僻静的小道里有这样一座深宅，扎根了快300年，让云间陆氏又浮出市面。书隐楼，江南3大藏书楼之一，它是陆氏后人陆明允购置的日社园里的一部分。日社园曾经上海3大名园之一，早已不存，唯留这书隐楼，日晒雨淋了几百年。2000平米的书隐楼有75间房间，院落里曾经也是有花厅、戏台、假山，好不热闹。除了年久失修外，特殊年代里很多东西被毁，比如东院里这船舫，原来它3面环水，极其逼真。这座院落在几百年里连续见证了3个家族的沉浮，虽然他们各有一段肝肠寸断的故事，但无一逃脱魔咒，财富不能传承。洋洋洒洒说到这里，是不是毫无重点？历史没有无用功，如果能把它们串联，这座深宅大院的前主人陆明允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具干尸主人顾从礼的同一个祖先就要登场。我们陆家嘴的正主陆深，陆家嘴的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他脚下，曾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地方——陆深墓地。这里现在叫明珠公园，曾经它叫后乐园，是陆深生前造的园林。因为没有树立任何标志，所以鲜为人知。1969年，施工队在这里挖掘出一座古墓，考古队辨认墓碑上的名字正是明代首位上海出身的翰林院士陆深的家族墓。棺椁密封性很好，被强硬撬开后，众人惊讶，陆深身着官服，头戴银丝发罩，皮肤颜色鲜润，犹如刚下葬。几分钟后，他的皮肤迅速变黑，尸体开始干瘪腐烂，发出恶臭。有关领导决定把尸体拉去火葬场火化。至此，一次绝好的对东吴第一豪门陆氏家族的研究，随着火葬场的青烟一起飞逝。同样的时间也发生在我们介绍过的万历墓。哪怕腐烂以后，像我们前期介绍的海昏侯刘贺一样，只留下一副牙齿，也将会有惊世发现。如果陆深的墓地也像徐光启的墓地保存的那样完整，那今天陆家嘴的文化艺术价值是不是会更上层楼，而不是只靠摩天大楼的堆砌？相传陆家嘴原来叫陆家宅，陆深死后，陆氏族人觉得陆家宅名字不雅，陆深夫人说：“众人你一嘴我一嘴，等我死后随他们说吧，那这地方就叫陆家嘴吧。”这并非正史，但是上海的确有个叫陆家宅的地方。陆深死后，其夫人搬于此处。县左街600多年历史，曾经这里繁华的堪比南京路。之所以叫县左街，就是因为它在县衙门的左边。上海建县历史700余年，实际上比上海倒数时间要更久，因为上海倒数之前在苏州，搬来上海是1730年以后的事了。陆家宅正在县左街旁，走进这条曾经的贵族街区，想象明朝豪宅在此林立的繁华景象已毫无踪迹。按图索骥，失去了方向的时候，发现了这部与地图上一模一样的车，窃喜，终于找到陆深这个曾经的上海第一家族留下的唯一住处了。从狭小的过道侧身穿越，才发现这里已经被封。幸好它划归豫园规划板块，将予以保护性维护，不久将展示新颜。透过视频，让我们来感受下明代的豪宅。唐虞洪岁，俨然相思归至。历经100年，昔日世家大宅的
盛景，皆不从文字上的要件，但陆深旧居所承载的人文历史记忆，并不会因岁月而被遗忘。嘉靖年间，倭寇猖獗，陆深夫人在顾从礼的提议下，就是照片上的这位，拆了陆家嘴的陆宅，捐助建造了上海的城墙和城门，抵御倭寇，就是这座宝带门，又称为夫人门和小东门。小东门是城隍庙的入口，紧邻16铺码头。16铺码头就是青帮杜月笙梦想起飞的地方。前身叫金丽园码头，老板正是书影楼最后一任主人郭万峰，船号东家，福建漳州郭氏，后移居台湾，又来上海开了船号，成了船王。郭氏后人犹在，只是也挺凄惨的。当年从陆氏家族手中接过书影楼，郭家也是经历几代人一直守护至今，直至最近迁出，至此这栋经勤300年的藏书楼得以开始修复。这就是1987年当时就立的，证明就是比较早就已经对这栋江南苏氏宅院呢已经有一个相当的重视。这边是它的结构组，你看呀，上部的我们觉得构建实际上还存在了一个腐朽问题。无论是现在的抢修和今后的修缮，都是比较精致要。那么仪门上的这个雕塑啊，还有它的套角啊，能够留多少，就现在尽量去保留，这个是它的重要的砖雕的特色。这个木梁这样的已经变形啊，所以你看都是受水啊，受什么的渗漏，所以呢，现在这次的加固呢比较完整。首先是归类保护保全，这是第一位，然后是甄别，然后是复原的这个预备。凡是找得到出处的地理位置明确的，全部都会编号，以后呢就有条件的就可以我们再回归这个建筑的本来的位置。我们今天的故事由一部台湾电影开始，通过几位上海望族的起承转合，最后又以一个台湾家族在上海守护300年园林做结尾。我还是终于把这个标题党给圆回来了。至于周楚，希望他在南京唯一的真迹可以赶快修复，值得期待。